一位老妇人救了4只幼小的狼崽，你将无法相信多年后他们如何回报这个恩情。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小村庄，许多年前，玛利亚在村里度过了她的整个生活。她在那里出生，并与母亲和父亲一起长大。然后在足够大的时候，她与一个叫伊万的男人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玛利亚和伊万非常相爱，最终决定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不久之后，玛利亚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婴，他们叫她索菲亚。这个家庭在玛利亚、伊万和索菲亚的共同创造了许多快乐的记忆后，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索菲亚长大了，她最终找到了一个她爱上的男人，两人结婚了。但由于丈夫的工作，索菲亚不得不搬离她的父母，因为她的丈夫在金融行业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她需要更靠近城市。玛利亚和伊万很高兴他们的女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并告诉她不要担心他们。然而几年后，伊万病重去世了。在40年的婚姻生活后，玛利亚独自一人。起初，索菲亚坚持要玛利亚搬到她和她丈夫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照顾这位年迈的女士，使她不至于孤单。但玛利亚拒绝了，因为她不想离开那个她一生都生活过的村庄。幸运的是，尽管她现在独自一人，村庄里仍有人愿意帮助她。她曾经是当地学校备受喜爱的教师，在她年轻的时候，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迪米特里经常去探望这位年迈的女士，以确保她一切安好。如果房子需要修理，他会乐意帮助她。除了是一个勤杂工，迪米特里还喜欢去打猎。他经常进入附近的森林寻找适合狩猎的猎物，有时会把猎杀的肉与玛利亚分享。在一个宁静的日子里，当玛利亚漫步于她的花园周围时，她的目光不禁停留在那些篱笆上，显得有些破败和寂寥。在微风拂过的时刻，她决定请求迪米特里的帮助，为这些篱笆带来一缕新的生机。迪米特里，那位怀有一颗仁慈之心的男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他却保留了一份神秘的惊喜，即将送给这位年迈的女士。当迪米特里踏入玛利亚的家门，一个惊叹的声音从他的嘴中涌现，仿佛时间也为之静止。在他坚毅的臂弯中，4只娇小的幼崽依偎着，宛如森林的天使。玛利亚的瞳孔闪过一抹惊喜，迪米特里微笑地递出这些可爱的生命。每只幼崽都带着软绵绵的毛发，眼睛里闪烁着天真和好奇。迪米特里用温和的语调告诉玛利亚，这些幼崽曾经在森林深处迷失，孤零零地漂泊，母亲的温暖遥不可及。他深情地望着幼崽们，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在迪米特里的呵护下，这些狼崽终将长大，他们将在花园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岁月的记忆。而玛利亚将永远怀着感恩的心情，铭记那个带着惊喜的日子，以及她与狼崽们之间那份深切的情感交融。在克服了震惊之后，玛利亚同意自己收养这些幼崽，因为她早就想要一只小狗来陪伴她，同时她也可以拯救这4只孤独的小生命。玛利亚把幼崽们带回家，立即找来4只旧碗，用来盛放它们的食物。年迈的女士把肉罐头倒入每只碗里，小幼崽们很快欣然地将食物咀嚼下去。然而，作为正在生长的野生动物，玛利亚不知情地看着这些小幼崽，它们好像在询问是否还有更多的食物。玛利亚笑了笑，愉快地继续喂养这些小幼崽，直到它们终于吃饱为止。一旦小动物们满足了，玛利亚在家里铺上了一些旧毯子，小幼崽们迅速在新的床上入睡。幼崽们入睡后，玛利亚
离开了屋子，回到外面感谢迪米特里为他找到了这些可爱的小生命。迪米特里意识到玛利亚认为这些小幼崽是小狗，然而他认为虽然它们还很年轻，但它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等它们长大到能够独立生存的时候，他会找到合适的地方代替玛利亚照顾它们。当迪米特里完成篱笆的修理工作时，玛利亚回到屋子里，向他表示感谢他的辛勤工作，以及他始终在身边帮助他。然后他给这位善良的男人一袋糖果，让他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然后祝他晚上过得愉快。迪米特里走后，玛利亚回到了他的家，发现4只幼崽都醒来了，正在制造一片混乱。玛利亚充满新伙伴的喜悦，无法长时间生气。她清理了混乱，然后意识到她需要为每只幼崽取个名字。她决定给这4只幼崽起名为泰迪、顽童、风暴和淘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幼崽们开始长大，玛利亚开始怀疑它们并不是普通的狗。它们的外貌不像普通的犬类，它们要大得多，牙齿也更加锋利，看起来更加野性。此外，当本地的狗看到泰迪和其他幼崽走过时，都会嚎叫和吠叫。玛利亚的怀疑终于在有一天得到了证实。一个当地猎人走过，看到4只幼崽在他的花园里一起玩耍，他下意识地伸手拿枪，但在玛利亚问他在做什么时停了下来。猎人随后告诉这位年迈的女士，他养的4只动物根本不是狗，而是狼。玛利亚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但她并不害怕，她无论如何都像对待其他狗一样爱它们，它们从来没有对她表现出攻击性，所以她不担心它们会伤害她。玛利亚和4只狼继续快乐地生活了1年。这些狼对玛利亚忠诚，像狗一样守护着家园。随着秋天的来临和温度的降低，玛利亚和狼们会愉快地待在温暖的家里度过整天。一个寒冷的秋天晚上，玛利亚的门响了。她好奇地想知道是谁，打开门，却看到3个陌生的男人，其中一个男人拿着一把枪，立即对准了玛利亚。他威胁说，如果他不把他家里所有的钱和贵重物品交出来，他就会开枪。3个男人闯进了玛利亚的家，开始往里走。突然，他们听到4声响亮的咆哮声。原来，随着这些男人制造的噪音，已经躺在客厅里睡觉的4只狼被惊醒了。狼意识到玛利亚有危险，迅速采取行动。在男人们感到困惑和害怕的情况下，顽童、风暴和淘气扑向他们，咬住他们的腿和脚踝。与此同时，泰迪跑到玛利亚身边，跳到她面前，保护她不受持枪男子的伤害。在狼们与男子搏斗时，年迈的女士偷偷溜进卧室，给警察打电话。就在她电话结束的时候，一声枪响在整个房间里响起，随后是动物的哀叫声。玛利亚匆忙走回客厅，看到泰迪蜷缩在地板上，后腿受了伤。其中一名男子设法得到了枪支，并伤害了这只可怜的动物。受到武器声的惊吓，3个男人试图逃跑，但当他们走出屋子时，却发现自己被警察包围。他们很快被逮捕了，但玛利亚没有注意他们，因为她太专注于帮助泰迪。幸运的是，她设法为他找到了帮助，伤口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痊愈了。4只狼英勇行为的消息很快传开，但对于玛利亚来说，他们的新生育并不重要。无论如何，她都像对待任何其他狗一样爱它们，它们也同样深爱着她。当这名男子发现自己受伤并被狼群包围时，他认为自己完蛋了，直到狼群做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安德鲁是一个年轻人，
与家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小农场上。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一座主楼和一座较小的小屋，这是一个理想的场地，可以开设乡村民宿。在安德鲁10几岁时，安德鲁的父母珍和吉姆将小屋改建成了客房。从那时起，他一直帮助父母经营他们的农场上的民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来这里旅游，以摆脱繁忙的城市生活。以父母为榜样，安德鲁努力获得了狩猎许可和证书。他每周花几天时间在荒野中检查陷阱，并跟踪动物的踪迹。他非常勤奋，并在狩猎中取得了成功。随着安德鲁新鲜捕获的兔子成为卖点，民宿的知名度也在增加。吉姆用这些兔子和土地上种植的植物和蔬菜做出美味的炖菜。不久后，这家民宿因炖菜而闻名。伴随着他们的不断成功，吉姆和安德鲁决定让安德鲁在毕业后继续经营他们的业务。他在农场上承担了许多责任，对乡村的意义重大。他是一位出色的主人，但他真正热爱的是狩猎。而有一天，这种激情引发了一系列彻底改变他一生的事件。在安德鲁定期穿越森林的一次巡视中，他遇到了一种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动物。他正朝着一个小陷阱走去，当他看到一些闪动的影像时，似乎有一只动物触发了陷阱的机制，现在正在试图挣脱出来。这只动物太大了，肯定不是一只兔子。安德鲁确定了这一点。最后，他走近足够近，看到了周围一些新鲜血迹，看起来像一只小狗。他蹲下来仔细看着这个生物，并祈祷这不是邻居的宠物。当安德鲁看到动物的口鼻形状时，松了口气，原来不是一只狗，而是一只狼。当他意识到自己蹲在一只受伤的幼崽旁边，而母狼可能非常愤怒时，安德鲁的呼吸突然停住了。为保持冷静，他扫视周围，看看狼崽是否附近有父母。安德鲁犹豫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做，但随后他听到了幼崽发出的轻微呻吟。可怜的小家伙在痛苦中，可能也非常害怕。安德鲁感到心弦被波动，只能接受自己即将开始一项危险的任务。他知道，如果狼的母亲靠近，他很可能会攻击他。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体力来抵挡或逃离一只成年野生狼，所以他迅速行动，希望尽快离开那里。安德鲁移动陷阱，并解救了狼崽的腿。他的腿上流着血，看起来受伤且疼痛，但他看到伤口并不太深。安德鲁包扎好他的腿，将这只可爱的生物带回家。那天晚上，他与父母吉姆和珍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吉姆和珍担心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养狼会对其他动物造成危险，但安德鲁所看到的只是一只需要帮助的虚弱动物。在夜幕降临之前，吉姆和珍都被安德鲁的利他主义所感动，同意让他照顾这只狼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安德鲁每天都要完成农场和民宿的所有杂物和职责。此外，他还在照顾这只可爱的狼崽。安德鲁在谷仓的圆角为新朋友安排了一个小空间，远离了鸡群。这只狼崽的受伤腿上需要一个小石膏，并需要帮助来重新适应正常行走。一旦石膏取下，安德鲁一直都在密切地观察。最终，狼崽如期康复。安德鲁知道他在农场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已经恢复健康，并迅速长大。因此，有一天，安德鲁将狼崽抱起，深入森林，带他回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显然，狼已经准备好重新回到自己的栖息地，因为一旦安德鲁放手，他就跑进了森林。
安德鲁微笑着，一滴泪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他会想念他那只毛茸茸的小朋友。然而，看到这只幼崽跑开，甚至不回头一看，对他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因为它证明了这只狼崽的健康。对安德鲁和他的父母来说，短暂的领养一只狼崽是一次神奇的经历。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最终他们扩大了小屋，接待更多的客人。每天晚上，珍都在培训安德鲁，以便他最终接管经营这个地方，以便在她和她的丈夫退休后继续经营业务。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有一个小例外，安德鲁坚持要继续担任居住的猎人，只要他仍然能够在荒野中拥有宁静的早晨。这成为了新的常态。安德鲁每天早晨都会检查陷阱和狩猎，然后返回民宿。一切都很顺利，只是有一天，安德鲁没有从狩猎中回家。这一天开始就像任何其他的一天，珍和吉姆分别在民宿和农场工作，而安德鲁在森林中。然而，当他走时，朝着略微不熟悉的方向前进，发现自己来到了不熟悉的森林部分，这减缓了他的行进速度。他小心翼翼地在树林中寻找方向，保持警觉。突然间，安德鲁听到身旁传来一声巨大的爆裂声，他转过头看是什么，却被一根掉下来的树枝正中胸口，倒在地上仰望天空。安德鲁想着，这真的发生了吗？树枝掉在他身上。当他把注意力转向树时，他看到自己被树枝牢牢困在下面。安德鲁努力试图推开或挣脱树枝，但什么都没有用。随着太阳开始下山，安德鲁开始感到非常寒冷。他开始意识到夜晚在这片树林中是多么危险。他疯狂地希望他的父母能够找到他。树木的重压使安德鲁感到越来越压抑，甚至到了他时不时难以呼吸的地步。他的视野变得黑暗和模糊，他知道自己快要昏过去了。他的眼皮已经开始下垂。当他看到周围出现小小的运动时，他有时间认出一整群狼的形状，然后昏迷过去，确信自己再也无法完整地回家了。不久之后，他醒来，仍然被困在森林地面上。他看到一些狼在他周围，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当安德鲁稍微抬起头时，他看到一只狼在推挤困住他的树枝。他惊叹不已地看着整群狼一起合作，将木头从他的胸前滚开。当树枝从他身上滚下时，安德鲁发出了一阵笑声，感受到了呼吸畅快的愉悦。然而，当他转过头时，他注意到除了一只狼外，其他狼已经离开了。这只狼盯着他，他的后腿上有一个熟悉的伤疤，他立刻认出这是他多年前所救的小狼崽。这只狼回来帮助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就像他多年前对待他一样。安德鲁眼角泪水涌现，小心翼翼地伸手抚摸着这只狼的头。过了一会儿，他朝着森林和他的群体跑去。安德鲁不再是他最好的朋友，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他还是一只幼崽时对他所表现出的善意。而现在，他已经向安德鲁报恩了。这个结局令人震惊。如果你醒来时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被狼包围在森林中，你会怎么想？请在下方评论告诉我们。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杰克，一位经验丰富的游骑兵，偶然发现了一只急需帮助的雌狼和他的幼崽，并救了他们。几年后，他们再次相遇，发生的事让杰克游骑兵大吃一惊。当游骑兵杰克·卡尔森照常独自散步进入森林的一个自然空地时，他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一只雌狼和它的幼崽被困在陷阱中，
他们对残酷的金属线进行拼命挣扎，这一切都表现在翻起的土地和打结的毛发中。陷阱显然是为了捕猎者而设的，杰克咬紧牙关，立即开始解除陷阱，同时意识到潜在的危险。狼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他们的幼崽面临危险时。带着极致的小心，游骑兵蹲下身，首先释放了这些可爱的幼崽，使他们远离了危险。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焦急地观察着幼崽被救出的母狼，他的目光始终如一，警惕地注视着它。杰克小心翼翼地解除了困住母狼的陷阱，与此同时，幼崽们哼哼唧唧地注视着他，带着一种恐惧和好奇的混合情绪，看着他努力解救他们的母亲。随着最后一圈金属线的脱落，揭示了母狼受伤的全部程度，杰克内心涌上一阵深深的同情。面对他眼前的可怕场景，他痛苦地皱了皱眉头。显然，这只狼曾经挣扎着挣脱陷阱，拯救他珍贵的幼崽。然而，在他拼命试图逃脱无情的陷阱时，他的身体状况每一次移动都恶化了。凶狠的陷阱的锯齿般的牙齿深深嵌入他曾经光滑的皮毛中，无情地切割着他的肉体。对他自己和他幼小生命的担忧让游骑兵的心情沉重。这只狼的伤口骇人地证明了母亲为了子女的安全愿意付出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以一种令人心碎的代价为代价的。他匆匆一瞥狼，告诉他，他已经太疲惫和虚弱，无法对抗他或其他可能威胁到他的威胁。杰克知道，拯救这只母狼并确保整个家庭的幸福是必要的。他决心尽一切力量提供他们急需的援助，于是他慢慢地用宽慰的话语轻轻地哄着狼的咆哮声。然后，这位富有同情心的人小心地将受伤的母狼放到一张用树枝制成的简易担架上。他一只一只地把小狼崽慢慢地放入背包，确保它们安全舒适。然后，带着这珍贵的货物，他开始漫长的徒步回到他的小屋。回程充满艰辛，杰克不断评估着狼的状况。他知道他需要找到一位兽医，能够为母狼的伤势提供适当的医疗，包括取出金属线残片。小狼崽们感到害怕，但慢慢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母亲停止了对人类的咆哮，他们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在他的陪伴下放松。回到小屋后，杰克联系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康复中心，他们派遣专家来帮助正确治疗母狼的伤势。然后，他们将狼家庭迁移到中心，在那里他们可以在一个足够大的安全空间中自由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命名为露奈的母狼开始恢复力量。然而，为了完全康复，它需要经历几个月的康复。小狼崽由专家抚养，确保他们学到在野外生存所需的技能。虽然游骑兵没有直接参与护理他们，但他将监控他们的进展视为一种职责，没有机会都会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露娜和她的幼崽们终于康复了健康。当他们被释放到野外的时候，游骑兵在专家陪同下提出了请求。他想见证他们回到家园的场景。专家们打开了通往他们被困的地方的门，给予他们自由。露娜和她的幼崽再次自由了，站在一个新的开始的门槛上。杰克和专家们保持着尊重的距离，隐藏在视线之外，肃穆地注视着这个家庭四周，并评估周围的环境。一开始，狼们犹豫了一下，他们的感官敏锐地适应了这个陌生的环境。露娜带着她独特的伤疤体现出勇气。当她第一次走出笼子时，她的幼崽们充满了天生的好奇和对母亲的信任，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并效仿她。当母狼和她的幼崽朝着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走去时，
他们在森林的边缘犹豫了一下，然后母狼停下来，并做了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他回头看向人类，他的琥珀色眼睛注视着杰克的眼睛，这是一瞬间的联系，是对在拯救和康复时形成的纽带的无声认可。露娜然后轻轻地用鼻子推了推其中一只幼崽，催促他们跟随他深入森林。杰克默默地看着他们消失在荒野之中，再次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时刻，因为杰克知道他们能够再次在野外自由生活是他们成功康复的最终标志。他悄悄地离开，让露娜和他的家庭开始在野外的新生活，一个他帮助他们夺回的生活。他从未想到多年后他们的道路会再次交叉。多年过去了，杰克·卡尔森，经验丰富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在这些年里继续担任游骑兵的工作，不知疲倦地倡导野生动物和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的保护。在一个决定性的日子，杰克踏上了一次深入他曾救过露娜和他的幼崽的同一片森林的探险。他正在进行一项对当地植物和动物的调查，与同事萨拉一同前行。突然间，他们发现了一个与杰克首次遇到陷入困境的狼和他的幼崽的地方相似的空地。当他看到一群身穿迷彩服、以残酷的效率设置陷阱的偷猎者时，这位男子的心一沉。他们的目标是森林居民，主要是狼。杰克和萨拉小心翼翼地隐藏在灌木丛后，心脏怦然而动。这一队对这些偷猎者所带来的危险毫不怀疑，他们对他们所能够施加的无情残忍心知肚明。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谈话让他们放弃计划，甚至找到他们然后离开，但他们知道任何努力都无法对抗他们的残忍。与这样的人们是无法通过理性沟通的。随着太阳沉入地平线，偷猎者们加剧了他们的活动。杰克和萨拉知道他们需要记录这非法狩猎行为，向当局报告。他们清楚他们在试图揭露偷猎者活动时将面临的所有危险，但他们也知道他们有责任让森林居民得到正义。每天，他们悄悄地跟踪偷猎者，保持安全距离，并利用他们对地形的了解保持隐蔽。他们仔细记录他们的活动，拍摄照片并记录笔记，这些将成为建立起案件的关键证据。这一队观察到陷阱的设置、动物的捕捉，甚至是对野生动物的残酷对待。他们的无情令人不安，但这只加剧了杰克和萨拉揭露他们非法活动的决心。他们收集的证据包括被困动物的照片、偷猎点的位置，甚至是偷猎者自己的面孔。他们辛勤工作，常常牺牲睡眠和舒适，以收集构建一个全面案件所需的信息。在多次的场合上，他们甚至秘密干预陷阱，释放幼小动物，并悄悄地搞乱陷阱，以避免留下他们的踪迹。不幸的是，他们无法拯救所有动物，这个事实让他们的心碎成千百片。在整个调查期间，他们与当地执法保持密切联系，分享他们的发现，并合作制定最佳的行动方案。然而，调查在他们揭露了一批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隐藏储藏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这揭示了偷猎集团不仅仅专注于捕捉活动的动物，还涉及濒危物种的黑市贸易。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杰克和萨拉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偷猎者的一场危险的猫鼠游戏中。他们行动悄无声息，步伐计算精准，以避免被发现。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偷猎者并没有忽视他们的存在。森林有眼睛，这双眼睛正在越来越敏锐地感知那些坚持不懈地渗透他们领地的陌生人。罪犯们对于察觉入侵者已经形成了敏锐的直觉，
并开始注意到他们精心设置的陷阱和诱捕中的破坏迹象。他们的非法网络有着悠久的历史，保护他们的活动，而陌生人的持续存在已经引起了警报。在一个决定性的日子，当杰克和萨拉正在悄悄记录偷猎者的活动时，他们的运气用光了。在一个不幸的时机，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脆弱的位置。受到他们日益增长的怀疑的引导，偷猎者一直在追踪这2位保护生态的人的行动，并成功地将他们困住。这2位游骑兵知道他们遇到了严重的麻烦，罪犯们武装而又绝望，使得情况变得非常危险。当偷猎者逼近时，杰克和萨拉交换了眼神，默契地承认了他们处境的严重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杰克目瞪口呆。他值得信赖的搭档萨拉走向了这群罪犯，而杰克对此毫不知情。他已经卷入了偷猎者集团，出于贪婪和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诱惑，他秘密地向偷猎者透露了他计划交给当局的证据。他的背叛是他们共同使命中的一个令人震惊的转折。在杰克忙于调查的时候，他从未怀疑过他的同事正在秘密地向那些他们试图揭露的偷猎者传递信息。萨拉的行动不仅使任务陷入危险，还威胁到了杰克的生命和森林野生动物的安全。他知道自己需要一场奇迹才能在这场背叛的冲突中生存下来，并继续为森林的保护而奋斗。就在似乎一切希望都已丧失的时候，远处的一声嚎叫在森林中回荡。这声音让偷猎者一动不动，寒意顿时袭上他们的脊梁。他们认出这是狼的叫声。突然出现的狼群在空地上引起了骚动。当狼巧妙地出现以分散偷猎者的注意力时，杰克感到震惊。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他不禁注意到一只狼右腿上的疤痕，那正是他的老朋友露娜曾经有的疤痕。露娜和他的幼崽们现在已经长大而强大，他们感觉到杰克处于危险之中，前来营救。在这一刻，游骑兵被一股感激之情淹没，他知道自己必须迅速行动，如果想要保护那些为了他而冒险的狼。狼群的出现立即产生了影响，无情的偷猎者感到惊愕和分心，他们的注意力从人类转移到了狼身上，他们认为狼是对他们活动的潜在威胁。在几秒钟内，森林变成了一片混乱的场面。狼群灵活迅捷，引诱着偷猎者进行疯狂的追逐，将他们引离陷阱和游骑兵。当露娜和她的幼崽们穿越森林时，他们天生的灵活性和对地形的熟悉使他们轻松地躲过了偷猎者。罪犯们在树影斑驳和浓密的灌木丛中追逐不止。偷猎者被对狼的执念蒙蔽，深入森林，远离了他们的陷阱和非法收获。现在，偷猎者正在追赶着狼。他和他的幼崽故意将注意力从杰克游侠身上引开，游侠趁机迅速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并通知了相关部门，提供了非法狩猎活动在森林中发生的地点和详细信息。执法部门的反应迅速，不久后，官员们到达现场，逮捕了被狼群引入误区的偷猎者。这些罪犯在当局的围剿下无法逃脱，被拘留，并带着他们精心收集的证据。杰克的努力在为正义服务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局有了建立监视案件的必要证据，用以起诉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恐吓森林及其野生动物的偷猎者。随后的法律程序导致了对偷猎者的审判，游侠提供的证据，包括他详细的照片文档，成为起诉的关键部分。偷猎者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他们非法行为的后果。萨拉也被迫承认他在该行动中的真实角色，
并与团伙的其他成员一同受审。他们为自己的罪行负责，法律体系实施了反映其行为严重性的处罚和刑罚，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非法狩猎和盗猎将不受容忍，威胁自然微妙平衡的人将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尽管杰克再也没见到露娜和他的家人，但他心中一直怀有持久的感激之情。狼群不仅在关键时刻至关重要，而且还展示了对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他们共享的纽带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永远感激他们在保护森林及其居民方面所起的作用。